胸部肋骨骨折，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，支撑。是静电了吗？你按开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保护好他！怎么办呀？把头按了。保护好病人，这么大动静，外面肯定知道了。对，啊，邵博士啊，哦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邵主任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。我是咱们人心出去的人嘛，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。张院长，我知道你挺忙的，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。这些天呢，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。好吧，有事找小何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徐医生，徐医生，米卡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但这有病人。徐医生，接过一下，科主任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，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，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，正好卡在这儿。里面有咱们的医生。有2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，叫许叶山和米卡。电梯呢？修多久？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。先不要着急，试着联系上2个住院医，看里面什么情况。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，知道吧？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，准备传刺针，把他病历给我拿回来。还有，联系普爱的孟医生，还有急诊的魏主任，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。通知病人家属，准备手术通知单。好。许叶山，米卡，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。确认病人情况。呼吸急促，大汗淋漓，紫绀，面色苍白，情绪烦躁。是他的呼吸音消失，天！怀疑肋骨骨折，但是没有大的创面，失血情况也还好。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呀？你也觉得是血气胸，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。可是现在从声音来听，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，但是肯定有新的出血点了。还要等多久啊？再这么等下去，病人就危险了。胸膜腔穿刺，引流积血机器。减轻肺部高压，恢复肺扩张。我手机没有信号，你手机呢？我手机电也不多了。外面的人能听见吗？现在病人很危险。能通视频电话吗？许叶山，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。啊，好。有了。你们好，现在里面的情况什么呀？不太好，病人入院前遭遇撞击，怀疑有肋骨骨折，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，现在已经陷入休克。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？没有。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？病人陷入呼吸困难，大汗淋漓，面色苍白，呼吸音也消失。结合病历，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，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。你们现在别慌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，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。在这里吗？对的，胸膜腔穿刺，引流积血，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，恢复肺扩张。我们会断了，没电了。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？要手术，通知维修部门，现在别修电梯，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。马上。
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，穿刺手术做过吧？我就在这儿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。好的。米卡，我们2个人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？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，可是就算是1级手术，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。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负责呀？可是如果我们不做，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了吗？不是，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，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，救回来了还好，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？谁担责任呐？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不更担责任吗？我配合你。云山，这不是你第一次实操，你之前也很成功，你在怕什么？你看着我，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，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，我们是医生，我们是专业的医生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责任把他救回来。开始吧。快点，负责。我真的不行，米卡，米卡，我们再等等吧。你帮我扶着他。是在第7、第8个肋骨之间下针，对吧？是，你可想好了？把它放平。怎么样，孟主任？没有太大的危险，先送手术室。哎，你们吓坏了吧？没有，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。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燕山，你表现得不错，应该的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赶快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。贺主任，你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。你也早点回家休息。也好。你以后会明白，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。什么电影啊？老大，那个。好像在梦里遇见没事，你们继续喊。我就说没有那么快吧，你们催什么催？一天天的。有的注意，我不想清醒。
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，再不问多好了。想什么呢？这边是一个纯棉的，然后这边也是纯棉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。嗯，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，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。对对对，你看一看是需要什么码数的，我可以帮您找一找。行，我自己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料子还挺好的，这个款式。哎，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有没有吊带儿？吊带儿，来这边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。然后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？有非常多种颜色，您要短款或者是长款，我们就是那全部都有。普通的背心儿类的。对啊，这非常适合晚上穿，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，非常好。就是，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？我也不懂。要不您先看一看，我帮您拿一点文胸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，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。您来摸没有？它材质非常好。不关系。我就要那种普通的背心，不是那种上衣包式。那要不我们还有很多别的。不，谢谢。先生再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欢迎请随意挑选。米卡，对。哎，贺主任，高兴坏了吧？邢克磊送你东西不要哦，谢谢贺主任。到了省外，别丢三落四的了。好，你们吃吧。贺主任再见，再见。中午吃这家吧，我在停车场等你。金福路。停！有群众，先别动手。那么多管闲事儿。这是老头山？邢克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。内衣呀？哎，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？他知道啊。是。我看看呢。给我走开，小学生，你真的很有劲啊！后面有尾巴。罗婷，换是。走。小马，哟，阿姨，米卡来了。米卡，哎，快坐，您来了。怎么样，行程下来了吗？下来了，邵医生让他的助手帮我办的，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。我们马上就要走了。是的，是的，邵医生呐，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。他帮小马申请的那个什么基金，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，还有生活补贴。我们母女俩呀，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。为你高兴，小白。谢谢你，米卡，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。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你到那边呢，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，啊，
然后阿姨英文不好，你就找我的同学，有什么困难，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，好吗？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，我订课神外了，跟着邵主任。啊，真的？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。太好了。真好，真好。文墨，抄小路帮。前方车辆请注意，我们是江宁特警，我们是江宁特警，一起停车接受检查。
请说，小少。请说，少。李山杀！让开！让！什么情况？两人重症昏迷，一人头部中弹，一人头部重伤。让开！闪开！闪开！推进去，通知省外会诊。喂。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。什么病人这么重要？是电话直接打到邵主任，可能需要会诊啊。走。教官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头部受到剧烈撞击，开放性颅脑伤，当场失去意识，出血量很大，脉搏持续降低，体温不到35度。瞳孔不等大，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。这样推去做 CT，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患者头部中枪，失去意识，子弹未贯穿，自主呼吸19到12，脉搏低于正常值。是，中弹的病人是特警，刚才推走的是嫌犯。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，没有爆破声，希望子弹卡在颅骨，没有进入脑组织。先做 CT， 维持生命体征。是。啊，还有通知王主任，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。明白。啊，去吧。好。医生，我同事怎么样？哪位是你的同事啊？特警，头部中弹，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明白。怎么样？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，中弹的病人 CT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，经气囊输血。联系王主任了吗？王主任还在手术上，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。多久下手术？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。你看，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。等下，不是应该先救中弹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。那小赵呢？等。我们能等，他怎么等？他怎么等？邢教官，现在2个病人都挺危险的，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。让我们怎么办？不行的话，联系转院。你看一下，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？
不是医生，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，他是为人民流的血，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？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判断谁先做手术，我只看手术指征。你搞错了吧？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，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，他还给我枪毙8回了。是警察，给我注意点。这什么地方？医院有其他病人，控制好你的情绪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我只管救人，不管判案，别影响我们工作，知道吧？好，等会儿。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，你。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。颅内压上来了，有脑疝的风险，手术指征也明显。两台手术一起开。好，谢谢。现在，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。我也问了，现在转院，房前供的。通知手术室、麻醉室准备啊，快点！会要车家属在吗？我们现在决定两台手术一起做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家属在吗？他母亲也在手术。未婚妻不行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她不是亲人，她能担这责任。我是队长，我可以负责，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。一会儿你来签字，拜托了。我会尽力。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两台手术一起开呀？要是出了事儿，怪到院里怎么办呀？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了，在制度和生命之间，当然生命为大。准备好了。好了。怎么样？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吗？平稳，好的。病人姓名：葛小超，26岁，头部中弹，异物进入脑组织。悬吊皮瓣。头皮打开了，上钻。起刀。图案取下来了，看见血块。好了，回来。上去，吸气啊！我要进颅了，注意血压。颅压降下来了。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，一定要稳、精准。好了，出血的情况止住了，做得不错。颅压下来了。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？是自制枪械，用的是铁弹。找到异物。好了，清洗组织，止血。是。张扬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邵主任，暴露完毕，准备洗出血肿。
啊，我先过去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你看，大静脉动，中血肿剥离，出血量太大，情况很糟。别慌，我来。这样止不住血，不行。用填压法，凝胶海绵，悬吊止血。主任，病人血压一直在降。补充血浆。这是动脉血管瘤吗？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？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，CT 平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。主任，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，我现在过不去，你们先把他血压稳住，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。好。备用血不够了。还有多少毫升血浆？还有200毫升。让血库备血，让米卡配合你进行颅内动脉瘤夹壁术。收到，让血库备血。好。准备动脉瘤夹。米卡，暴露动脉瘤进行段，做临时阻断。是。临时阻断不必要，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，可以随时临时阻断。好。分离动脉瘤周边，显露动脉瘤颈。是。邵主任，病人血止住了。好了，张霞，你来吧。啊，把血肿吸干净啊！我去看一下贾丽芬。好了。动脉瘤夹壁成功，没有破裂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？已经处理好了。准备关颅吧。是。怎么样？2台手术都很成功，但病人出来之后呢，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。你们的心呢，暂且可以放下。还有一个情况，我给你交代一下。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，我们做了处理，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，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。之前是我们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是医生，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。你是警察，咱们立场不同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，这没对错，不用跟我道歉。谢谢。证书，米卡。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我让他们回家。你在这守着也没用 ，ICU 是不能探视的。知道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谢谢。吃点吧，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嗯。邵医生做出选择那一刻，我心里面其实和李念一样愤怒。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、贩毒抢劫，而小超，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。我们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，他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是警察。我们也没得选。医生有希波克拉底事业，其实是在正义
和仁慈的面前，我们也不能直接的、主动的、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。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。作为医生，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。而你作为警察，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，你做到了。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。你知道吗？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，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，但是警队需要人，他义无反顾的就来当警察。起初他体能不好，差点被退回去，我就一直带着他，鼓励他，他才坚持下来的。他留在猛虎，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。但是我当时放弃的话，说不定是件好事，至少现在不会这样。今天出任务之前，他还跟我们说他马上要结婚了，邀请我们喝喜酒。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，我就在想，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，那该多好啊！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，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。自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，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有一套医生的玩具，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的时候当医生，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。我想长大以后，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，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。可是真的长大了，也真的当医生了，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。我实习的第1年，高速车祸，一家3口，一个都没救回来。我当时又自责。又无助，但我后来想，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，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，治好更多人的病。你也一样啊，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。小超的事儿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，然后相信我们。手术成功，小超也会醒的。谢谢你，熬了一夜，还要陪我聊天。没事，我熬习惯了。我今天这上夜班的，我以前第1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。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，就总给我妈打电话，然后我妈也会半夜会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呀，问我这儿问我那。我后来就觉得，不能再告诉她了，弄得她也睡不好觉。我后来就不跟她说我的值班日期了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你呢？你们这行，家里人会更担心吧？我家人都不在国内。从我们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，所以1年见不了几次。所以，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，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。怎么可以这样操作呀？是啊，这该如何处理呀？几位，
还有什么看法？作为省外的前主任，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，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，不免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。我们经历了10年，才让人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。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激进冒险的方式毁了它。老郑啊，也没那么严重，2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。张院长，你说说看。确实啊，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，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行政制度。院长，我可以说2句吗？可以。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，我们没有太多经验。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，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。来人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，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，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，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。但是到了昨天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，医生就要在2个生命之间2者选其一，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？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，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，也是省外可以成为人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，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，病人第一。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，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，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。我们所有科研技术，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。咱们坐那儿吧。看上没？好像就是他了。对啊，省外的是不是？对，昨天就是他们。哎，看着没？是省外的吗？就是他们几个，那是省外的。真奇怪，昨天整个医院都说咱们省外太涉事儿了，今天都在夸咱们。你看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在院长会议上舌战群儒，太厉害了。我这叫就事论事，妈。吃个这个。能不能吃你自己的？这样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啊！我还没动筷子呢。你看，你这投名状一递，深得了邵主任的心呐。我也不是为了讨他的心才说这句话的呀。何小小，你知道什么呀？米卡就是个耿直个儿，说白了就是个大傻妞。你都不了解她瞎说什么呀？说谁傻？就是。开玩笑，别怕啊。收队了。是的。快来。好的。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，你去一下吧，就算给你放1天假。这事儿谁去都行，我还是去医院照顾小超吧。小超又怎么了？醒了以后闹意见，把人家护工全轰走。为什么？嫌人家护工是女的，不肯擦身子。人家护工什么没见过？哎，他未婚妻呢？照顾他母亲。那就换一个男护工吧。可别介，这要找个男的，不得把房子拆了？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小超能好过来，我也就安心了。米卡，我没有换洗衣服，你帮我找一下呗。你自己打开柜子自己找啊。
哎，最近舒文波有什么新动态没有呀？我又不是舒文波，你要问自己问舒文波去啊。不是，你最近这是什么品味啊？为什么要买一个男士的老头衫呢？那不是买的，那是邢克磊还我的。邢克磊还你？什么情况？不是那天紧急救援嘛，我就拿我的那个吊带给他包扎，然后你拿什么给他包扎？我吊带。你拿吊带给他包扎？那紧急情况，那我是不是手边有什么我就拿什么？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有一件他的老头衫，他有一件你的小吊带，你们俩这定情信物够别致的呀。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对他有非分之想？不给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舒文波的新动态。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我现在有了。衣服给我。还给你的。闭上你八卦的嘴。听我说啊。舒文波最近经常去医院。他生病了？不是他生病了，是他的同事小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，还挺严重的。但是小超的家人呢都不在身边，所以他们几个就轮流在医院陪小超。明白了，那我有新的行动方向。你真是我的亲生朋友，以后有这种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占谁便宜呢？什么叫亲生的？你打我！自己瞅衣服去。你要是需要恋爱参谋的话，我24小时在线哦。请把你的舒文波先参谋好，谢谢。好嘞，乖。小小，那个27床和28床的病人可以转成2级护理了，然后嘱咐他们的家属可以做一下手部的按摩，好吧？然后这个给你。是来找你的吧？应该不是吧？都跟你挥手了，哎，他是不是那天追你到会议室给你送礼物的人呀？还是一条老汗衫，神经病！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！你又来干什么？谢谢。这怎么又到他手上了？这早上回去。看你医生这状态，应该是没男朋友吧？没男朋友犯法啊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给我老头衫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弄得大家都笑话我。这有什么可笑的？神经病才送别人老头衫呢！你给我个结业证就给我结业证，放个老头衫在里面。买大了。那个，超在哪个病房？他转普通病房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。你小子恢复的不错，才1周就能说话了。医生还说呢，不愧是特警，身体素质过硬。我要快点好起来。很快就好了。小夏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们电视台听说了小超的事迹，特意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。小点声，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。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？那我放这。来，我帮你。你有空吗？可以一块吃饭。不，我这儿还忙着呢，我得照顾小超，吃饭没时间。那没事儿，我跟你一起陪着。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着做点。不用，你没什么可以做的。谁说没什么可做的？兄弟，你走，我手。好呀，那现在有时间吃饭了吧？
我刚想起来，我一会儿还要训练呢。把人家送回去。那好吧，走吧。祝你早日康复。有事就给我发微信啊。这怎么发微信啊？发微信。你怎么还跟着我呀？我现在回警队了。巧了，我也要去。你上回采访不是去过了吗？我回警队还是训练，跟上回一样。谁说我去看你训练了？我要去站好队。好队可没空。谁说的？喂，好队。你好，我是小夏呀。那个今天栏目开了个策划会，有点素材想找您聊一聊。我现在方便过去吗？啊，方便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。好嘞，一会儿见。走吧。上车吧。你自己小心点啊。那你慢点开，我害怕。哦，好。哎，你说这舒文波是不是缺陷？人家女生都那么主动了，真想孤独终老。哎，你别笑。哥，我妈还好吧？一切都好，这事儿我也没跟她说。这个胳膊是擦了吧？啊？不用了。什么不用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都是男的。大哥，真不用。什么时候成你大哥了？不用了。怎么？头疼啊！迷上。头胀得厉害。头疼。我去找邵主任，再做一个脑部 CT。你去接轮椅，快！好。不好意思，前面让一下。让一下！哎！我们这个病人有紧急状况，所以走的是急诊通道。急诊通道？我看你这穿个白大褂，这个病人是走后门吧？我们是按医院的规定来的，请您理解一下好吗？理解？谁理解我？你看看我太太这手摔断了，等了2个多小时了。好啦，等这么久了，让他们先进去吧。那不行，你这手等了那么久，万一接不上，谁负责？这位先生，我的病人做的是开颅手术，这样行吗？让他们去做检查，我留下来陪你解释，好吗？哎，说不行就不行！别动手！我还奇了怪了，恶人先告状是不是？家财还有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动手啊？哎呀！我现在就先送检查所检查。快来看呀！这医生主动加塞，还带打手呀！哎呦！来看呀！打手！这是什么？没事，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。嫌弃我？没有。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来一趟派出所。就是配合民警说明一下情况，没这么严重。嗯。要是有人找你麻烦，你告诉我。好。我送你吧，正好。不用了，正好有车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怎么这么正好啊？师傅走吗？走。这是病人对你的投诉，这是医院对你的处理决定。
你有什么疑义？其实投诉没那么要紧，但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讨论，它直接影响我们医院在年底精神文明建设评选活动中的影响，有可能进不了全省前3。我承担这样的后果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样的处理调去急诊外科是邵主任的决定吗？这是医院的决定，邵主任没有异议。明白了，何主任，谢谢。怎么样？看到了。调去急诊。这么严重？没事儿，医院就想让我多锻炼锻炼嘛，我不是可以给你换班了吗？我进去收拾东西了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你长本事了，都上热搜了，啊！我万万没想到你就是这样为特警队争面子的。网上都是瞎传的，您可不能信。你还敢狡辩啊？特警在仁心医院与人打斗，嘴在别人身上，说成什么样就会变成什么样。那这事又不是我引起的，怎么成我打人了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个特警。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小超，可你平时不是这么不冷静的人啊。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这一上热搜啊，领导们都理解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广大网民呢？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去说吗？作为一名警察，就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个人，是代表了整个警队。我错了。行了，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去医院了，免得有人恶意人肉你的身份。那小超，你以为特警队除了你就没别的人了？我安排其他同事去照顾他。明天有一个兄弟城市的特警队要来向咱们猛虎突击队交流学习，封闭特训，你去带队吧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这个呢，必须注意颅压是不是太高了？邵主任。前方50米有2张 A4 纸，1张有环数，1张没有。假定有环数的是劫匪，没有环数的是人质。你们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，所以必须命中劫匪。这是我国研制的精度狙击步枪，它的精准度和俄罗斯的 T5000不相上下。
一名好的狙击手，不仅要有好的技术，更要有好的心理素质。你们每个人要对枪有感觉，做到人枪合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开始训练。进，兄弟，对，操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今天拔了导流管，医生也说了，各方面测试都不错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给他们做训练方案的。最近南方的黄金加工厂总发生恶性抢劫事件，针对这个做个方案。哦，那你先忙，我先回去，行不行？哎，那个，看没看见其他人？其他人没有啊，今天队里就我一个人去了。不是咱们队里的。那谁？谁呀？就我一个人啊，医院除了我也没别人。真傻家伙！二哥，你醒醒啊！二哥，医生快看见他昏倒了。看一下，怎么样？他有什么病史？他有心脏病，早上说胸口疼的不行。还有其他症状吗？没有了。让一下。怎么了？这个病人瞳孔散开，然后呼吸和心跳都减弱。你是哪个科的医生？我今天心调来急诊的，我叫米卡，搜集证实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哦，周医生，这是新调来的医生米卡。病人在外面晕倒，有心脏病史，现在心跳和呼吸短促。心脏病怎么送到急诊外科来了？他手割伤了，心脏病是在候诊时突发的。像是心梗，做心电图上心电监测。米卡，你给他吸氧，慢慢开放静脉通道。好，来，准备构床。先生，叫什么名字？先生，先生，患者意识模糊。糟了，病人失颤。失颤，准备除颤仪。是。200件都让开。心跳有了。太好了。病人再次失颤。继续。300件。有了吗？有了，心跳恢复了。怎么了？别动！先生，先生，你放松一点，我们在，我们在救你。摁住！绑起来。先生没事，你们按住了，我叫魏主任来看一下。好。魏主任，病人怎么样？心跳有了，多少？178，血压是71/42。用了什么药？注射2支可卡隆。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，很快失去意识，并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，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。继续说，应该怎么做？如果不溶栓会非常危险，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。病人为什么来就诊？在家不小心割破了手臂，心梗会突然发力。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？我。把家属叫进来。是。
知道了。二哥，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他做过阑尾手术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周，不，上上周。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？血压有点高，没有糖尿病。把他带出去，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。好。病危通知书？没事没事。很严重吗，医生？主任说的比较吓人。周哲，通知心脏内科会诊，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。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溶栓？我不知道她近期做过手术。你就是省外新来的小丫头吧？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，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她都没有教好你吗？这种情况你给溶栓，导致大出血怎么办？对不起，魏主任。出去吧，别在这妨碍我。现在这里模拟的就是黄金加工厂的场景，接下来你们将会抽取卡片，这个场景里有4名劫匪，抽到红色的卡片击杀红点劫匪，抽到绿色的卡片击杀绿点劫匪，这考验的是你们在弱光的环境下应变的能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来抽卡。精微专业术，行为所敏感。早点睡，抱抱。这是不是有点过啊？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？发个傻笑也不好。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？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我微信，看见了不好吧？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，大家最近都辛苦了，再接再厉啊！早。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早办到岗时间是7点，现在是6点55。我的规矩，提前10分钟到。做医生不可以踩着点儿来去，在我的手下，1秒都是掰成10份算的。以后我会注意的。现在开始早会，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。观察室的病人都很稳定，就昨天抢救的老爷子呢比较麻烦，70多岁，因为车祸导致骨折，还有别的并发症，骨科有床位呢就会转过去。但是他的心脏射血分数不太好，目前看是控制住了，但是需要密切观察。尽快通知骨科会诊。是。我这边有个小孩，昨天晚上来的，跟爸妈吵架，拿手机摔破了玻璃，手割破的厉害，怕感染，还在输液。现在小孩气性都这么大，他爸妈不准他玩手机，就吵了起来。新来的米卡是吗？是。你对分来急诊外科有很大的意见吗？没有。很失落，很受挫。是吗？可以理解，年轻医生都不愿意分到急诊来，尤其是急诊外科，节奏紧，重活多。你从省外分来，落差嘛是比较大。
急诊的工作不如省外那么有技术含量，但也不是闲人待的地方。如果不想留，尽管告诉我。魏主任，我不是闲人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那最好。跟着周哲吧，多看多问，别再像昨天那样自作主张。明白。把心态调整好，就当现在是实习。魏主任，其实米卡能力很突出的，昨天他是因散会。看到没？灭绝就是灭绝，话都不让人说话。哎，你再说魏主任坏话，我就一字不漏的给你录下来。谁说了？没听到啊？谁说了？其实魏主任让你跟岗呢，也是照顾你新来的，需要适应。明白，周志强。先把早饭吃了吧，一会儿还得站一天呢。好。还是那个咖啡、油条、豆浆，还有那个煎饼。对对对。现在。哎。现在。好，就这样。对，出去啊，现在。好。郝雷，哎，好的。特训完成的不错啊。对方警队呢来了感谢信，晚上我请你喝酒，上我家，让你嫂子炒几个好菜。啊，改天吧。有事儿？我得去那个医院看超。是吗？非得今天去啊？再说了，看小超需要一整天吗？那什么，改天我请，拜拜。臭小子！大哥啊，咱俩是谁眼神不好使啊？哦。大哥，你咋了？是不是队里出什么事儿了？队里能出什么事儿？那什么，那个米医生最近忙什么？是吧？他给我汇报你情况，他也不给我发微信。都是为了我。米医生被调到急诊去了。急诊？什么时候？就那天出了那个事儿以后，调过去了。16床的病人想撤出鼻饲，好几次自己拔了胃管，护士非常头疼。我给他做了检查，脑水肿基本控制住了，进食流食应该没有问题。耿小超情况怎么样？他拔了导流管之后恢复得非常好，也没有发烧等并发症。如果这样保持下去的话，可以安排下周出院。好，出院之前给他安排一次精密动作测试。是。邵主任，这几个病人都是米卡照看的，他们都在问米卡什么时候能回。不用给他求情，正常的人事调动已经决定了。哦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行教官。邵医生，哎，找我有事儿。我听说米卡被调去了急诊，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，我想解释一下。你今天来，如果是想了解耿小超病情的话，我会如实的回答你。但如果是我们科室的人事调动，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是人事调动还是惩罚？这两件事情，我不觉得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啊。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安排，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米卡做错了。米卡，我刚看见邢教官去邵主任办公室了，气势汹汹的。他找邵主任干嘛？应该是为了你的事儿吧？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，合适吗？我不是来和您争论立场的，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当事人表达一下我的看法。当时那个情况确实是家属先推了米卡，所以米生并没有错，反而我觉得他对病人的态度非常的负责，是值得肯定的。我承认当时我的情绪是有些激动，但小超是我的下属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必须要保护好他。那米卡也是您的下属啊，
您不能就因为网上的舆论、家属的投诉就这么惩罚他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对于人事的任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急诊需要人，米卡是一位在责任心上和技术上都过硬的医务人员，我同意他去符合章程。你也知道他的自尊心很强，沈外对他很重要。我知道，是米卡让你来替他求情的是吗？行了，你别说了行吗？邵主任，我的事儿不需要他管，他的想法也不代表我的想法。我会在急诊好好表现的。你说的没错，米卡是一位自尊心非常强的女孩子，而你现在这么做，只会让她更难受。你为什么要擅自找我的领导干涉我的工作？我就是想说清楚，这事儿本来也不是你的问题啊。你不是我教官了，我已经结业了，所以我的事儿你也不用再管了。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一下。我做错什么了需要澄清？我现在已经在急诊室了，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一来说又被翻出来了。这两天我有任务，我真不知道变成这样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。我以后不在这儿，小超就不归我管了。我们也少联系吧，咱俩碰在一起总没好事儿。米卡，累了吧？这才刚起个头。昨晚休息的不太好。其实，在急诊室工作呢，一开始的工作压力是挺吓人的，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慢慢来。胶布，胶布。哦，胶布。快来，给我吧。好了，2天后来换药，别沾水啊。谢谢护士。米卡，你怎么了？周医生，快来看看，这个小男孩眼睛疼，一直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尖锐物品进了眼睛。眼科已经下班了，可是我们急诊没有眼科呀。哦，那我先来给看看。刚刚已经看过了，他根本不让人看他的眼睛。医生，你们想想办法吧，孩子眼睛是大事儿，坏了就完了。放心吧。来，小朋友，叔叔给你看一下，来。问一下啊，那个他碰过什么东西吗？疼了多久了？孩子是奶奶带的，问了才知道，总是眨眼睛、揉眼睛，现在眼泪汪汪的，肿了。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异物入眼，师兄，要不然我看看行吗？可以，来，你看一下。宝宝，你听话好不好？小朋友，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眼睛不难受，你给姐姐看看好不好？那你喜欢小黄人还是喜欢小猪佩奇呀？小黄人。哟，他这是睫毛倒生，是不是老人在戴没留意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一直以为是他调皮，用脏手弄了眼睛才弄成这样的。但他现在好像引发了结膜炎，所以他特别难受。这样，我们先把他的倒睫给拔掉，然后你明天挂一个眼科，
开点消炎的药水就好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医生。美女，打车吗？哎，米医生，这么巧啊？那个我碰巧路过，要不然我送你吧，这么晚了，晚上骑车多不安全啊。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，更不安全。哦，那要不你把我这车开走？也行。地址。哦，德全路335号。好，好。不用导航啊。我就是导航本人。那什么，我刚买的气泡水，无糖的，口味还不错，喝不喝？你一般都是一个人喝2瓶啊？哦，我准备那什么带回家，晚上喝。在急诊还习惯吗？习惯啊。有没有像你这样的教官天天盯着我凶我？有什么不习惯的？那个，你这么远为什么要骑车呀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医生也要有强壮的体魄。我能不能稍微眯一会儿啊？有点困。哦。到了。是不是到半天了？是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睡着了。你睡那么香，睡得跟死猪似的。您的安全意识也太差了吧！单身女性坐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啊？都这么晚了，男朋友也不来接你下班，有的话也分了吧。那万一我男朋友跟你一样是特警，特别忙，出任务。师傅要收车，记得给我5星好评。再给你送个锦旗，好吧？谢谢。哎，你的元气森林要不要？咱们俩以后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安全。谢谢你。耳边你的话在脑海打转，阅读理解很难。第7天更
谁好看。